智汉法师，诸位居士大德们，大家早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《大智度论》布施的故事。上星期我们说到，菩萨如何布施能升起持戒波罗蜜。那今天要讲菩萨如何布施能升起忍辱波罗蜜，即菩萨如何布施能升起精进波罗蜜，就是讲到忍辱跟精进。那经文这么说，菩萨布施的时候，或许会受到受施者的恶毒咒骂，就是接受布施的人，他恶毒咒骂，或者受施者要求很大的布施，或者在不适当的时候被要求布施，或者要求过分的布施。这一些呢，都是在布施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问题。那这时候菩萨就想，我修布施是为了要成就佛道，并没有人强迫我或者命令我来做布施，是我自己想要布施的。那既然是我想要的，那我为什么还要生嗔恨心呢？那这么想一想之后，菩萨就开始修行忍辱，这个就叫做由于布施而产生忍辱波罗蜜。有菩萨布施的时候，若是受施者嗔恨恼怒，那这时候菩萨就想，我如今布施身内或身外的所有的财物，非常难割舍的，我都能够割舍了。那为何对于空无的责骂声音不能忍辱呢？对于这些声音不能忍耐，不能安忍呢？若是我不能忍辱的话，那么我布施的东西就不清净，也就是所做的功德就不圆满了。这个就好像一只白象进入池塘里面洗澡，那洗好了之后呢，又再把泥土往自己的身上去沾去撒。布施而不能够忍耐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菩萨这样思维之后，他就能够修行忍辱。那诸如此类的种种布施因缘，而能够产生忍辱波罗蜜。布施又如何产生精进波罗蜜呢？当菩萨开始布施的时候，他就会经常精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出发心的时候，他的功德不大，这时候他想要在财布施及法布施上都能够充足，都能够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。就因为感到不足够，所以菩萨就会很勤劳努力的修行，以设法满足财法两种布施。这里举一个例子说，譬如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做一个大医王，替人治病而不求名利，因为他非常怜悯悲悯众生在受苦。然而因为病人太多了，能力有限，而没有办法全部救了医治，所以他非常的忧念病人，又感到力不从心，最后就懊恼而死。但是死了之后，他马上升到忉利天上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最近为了医治新冠肺炎的很多医生护士，其实也有类似的情绪。哇，病人这么多啊，我实在没有办法照顾好每一个人，所以他们也感到力不从心，无能为力。因此，有的会得了忧郁症，甚至比较严重的会想不开、轻生的也是有。所以，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留在家里，不要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。
那这个大医王死后呢，升到忉利天，在忉利天的时候，他就想，我现在升到天上，那在这里呢，只是享受福报而已，并没有什么长进的益处，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利益众生的，所以他就想办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那结果他又投胎到婆伽陀龙王的家里，就是成为一个龙太子。那他长得非常的高大，父母非常喜爱，非常的疼爱他。然而他也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所以他就故意去让金翅鸟来吃他。结果果然那个金翅鸟呢，就把他捉到那个色魔力的树上，把它吞食了，就是把它吃掉了。那他的父母，就是这一对龙王夫妇呢，就非常的忧伤、痛哭、懊恼。所以这个大医王呢，他死了，升到忉利天。那忉利天完了之后，就是出生为龙太子。那龙太子死了之后呢，他就升到阎浮提中，就是出生到这个人间这个娑婆世界，做大国王的太子。他名字叫做能施，能够布施。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呢，就会说话。他问左右的人说：“这个国家中有什么东西呀？通通拿来布施吧。”那众人看到刚生下来的婴儿会说话，所以都吓得一哄而散。只有母亲怜爱这个儿子，所以独自留下来守着他。于是他就向母亲说：“我不是什么罗刹，众人为什么要走掉呢？我生生世世都爱好布施，我是一切人的布施主。”那母亲听了他的话之后，就转告众人，然后众人才又再回来。在母亲的悉心照顾下，他一天天的长大，并且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布施殆尽。于是他就去向父王索取东西来布施，最后又把父王给他的东西全部布施。他看到阎浮提的人生活穷苦又辛苦，就很想布施给他们，但是自己的财物又不多，于是就哭着问人说：“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一切的人财物充足呢？”那问了很多以后，有些老人家就回答说：“我们曾听说有如意宝珠，若是能够取得这颗如意珠的话，就能够随心所欲的索取，而没有不满愿的。”那这个菩萨听了之后，就回去告诉父母说：“我想要去大海中的龙宫，去求龙王头上的如意宝珠。”那父母就回答说：“我们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如果去大海、去龙宫求如意宝珠，那里是重重难关，是很难度过的。那万一你死了的话，那我们活着又有什么作用呢？你不要去吧，我王宫中的仓库中很多的东西，有很多的财富宝物，我会给你的。”那儿子就说：“仓库的东西很有限，而我要的东西呢是无量的，是需要很多的。我想要使一切的人财物充足，没有任何不足够之处。希望你们能够成全我，以使得阎浮提的人全部不虞匮乏，一切都充足。”那父母知道他的志向大，所以也就不敢再制止，不敢再阻止他，而让他成行。菩萨的发心大愿实在是不可思量。那当时呢，就有500名商人知道太子是有福德的高贵人物，所以都很乐意随从。于是就在太子出发的那一天呢，大家就聚集到港口。那菩萨听说婆伽陀龙王的头上有如意宝珠，于是就问众人说：“
谁知道去婆伽陀龙宫的路呢？那当中有一个叫做陀舍的盲人，就是眼睛失明的人，他曾经去过大海7次，他知道路，菩萨就要他同行，但是他回答说：我年纪这么大了，而且又双目失明，以前虽然曾多次去大海航行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上船了，没有办法再出海了。那菩萨就说：我这一次去呢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一切的众生，去求如意宝珠，想要使众生无所缺乏，然后再以道法，再以真理来教化他们。你是有智慧的人，怎么能够推辞呢？我的愿望如果能够完成的话，岂不是你的功劳吗？那这个陀舍听了这番话之后，也颇有同感，所以就告诉菩萨说：好吧，我这次就和你同入大海，但是我相信我的性命一定不保，你到时候就把我的尸体就放置在大海中的金沙岸上吧。那最后大家就所有该准备的事都准备好了，那最后把细船的第7条绳子截断，就是剪断之后呢，船就快速的在水中前进。那一到达有宝物的沙洲，众商人就纷纷的抢着捞取珍宝，那每一个人都满载而归。他们就问菩萨说：奇怪，你为什么不捞取珍宝呢？那菩萨就回答说：我要的是如意宝珠，这一些可以被消耗穷尽的东西我不需要，我要的就是如意宝珠而已。你们各位呢，要知足知量啊，不要使得船载物太重，以免遭受不测。就是船如果过重的话，可能会沉船的。那这时候众商人就说，他们也不想再继续往前的了哈，然后他们也捞了很多的财富了，所以他们就说：大德，请你为我们祈福吧，使我们能够平安的返国。那于是商人就跟太子他们分道扬镳。那陀舍就告诉菩萨说：我们就坐另外一艘船吧，我们坐另外一艘船往另外一条路走。那于是菩萨就照着早先这个陀舍教他的路线，就照他路线这样去做。他们要寻找龙王的如意宝珠。那菩萨与陀舍继续往前行，经过了重重的难关，可以说非常险峻困难的环境。那也可以说是万死一生的这种险境，非常非常困难的难关。那最后菩萨终于见到了7重的宝层，宝层之间有7重的深堑，就是有围墙但是这个深堑中充满了毒蛇，而在宫殿的大门处有3条大龙在守门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龙宫。那守门的这个龙呢，看到菩萨长得端正、威仪、严整，而且他们能够度过重重的难关，来到此地，心里就想：这个人一定不是凡夫，一定是有大功德的菩萨，所以就让他进入龙宫里面去。那这个龙王夫妇呢，由于儿子才死不久嘛，就是龙太子死了，所以还在哀伤之中。那龙王后就是龙王的太太，她是有神通的，她一见到菩萨，她就知道是她的儿子啊，是她死去的这个龙太子啊，所以她非常的高兴，她就叫菩萨坐下，然后就问他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死了之后，你升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那菩萨也知道自己的宿命，他知道龙王夫妇是自己的父母，于是就回答母亲说：我死后出生在阎浮提，是大国王的太子，因为怜悯穷人，饥贫交迫，必须勤劳又辛苦的工作，而
能不能得到温饱，不能自在的生活。所以我来这里是想要求得如意宝珠。那母亲就说：你父亲的头上是以这颗宝珠作为首饰，是很难得到的，是几乎不太可能。那他会把你带到各宝库当中，仓库宝库当中，随你要什么，他都会给你的。那这时候你就要说，其他的杂宝我都不需要，我只想要这个大王头上的宝珠。如果你怜悯我的话，就赏赐给我吧。你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就可以要得到的。这等于是母亲教导儿子怎么去跟父亲要这颗如意宝珠。那所以菩萨就很高兴的去见他父亲。龙王看了他悲喜交集啊，非常的欢喜。那他也很怜悯儿子这么千辛万苦的从远方来，所以就随儿子要任何的珍宝。那菩萨就说：我从远方来见大王，是为了要求大王头上的如意宝珠。若是父王怜悯我的话，就请给我吧；若是不愿意给的话，那我也不想要其他的东西了。那龙王说：我只有这么一颗宝珠，经常是作为首饰。阎浮提的人，伯府下贱，是没有福分能见到这颗宝珠的。那菩萨就说：我就是因此而远涉重洋，冒死来此，就是因为阎浮提的人伯府贫贱，所以才想要用如意宝珠来帮助他们满愿，然后再用佛法来教化他们。那当然，最后龙王疼爱儿子，最后还是把这个宝珠交给菩萨。但是他相约说：现在我把宝珠给你，但是等你去世后，你就要把宝珠还给我。那菩萨当然非常的高兴，就答应说：我一定遵守诺言。那菩萨得了宝珠后，就快速的回到阎浮提。人间的父母见到儿子安然的归来，当然是非常的欢喜踊跃，然后就拥抱着他说：问说：你得到什么东西了吗？儿子就回答说：我已经拿到如意宝珠了。那父母又问：宝珠在哪里呢？你没有看到你手上拿着。儿子就回答说：在我穿的这件衣服的角落之中。那父母说：怎么这么小啊？他还是塞在衣服的角落当中。那儿子说：只要有神奇的功德，不在乎大小的。太子就告诉父母说：赶快去通告全城的人，内外打扫干净，烧香悬挂着幡盖，持斋受戒。那明天清晨呢，太子就要拿着一根长木条，把宝珠挂在木杆上。当宝珠悬挂时，菩萨就发愿说：若是我能成就佛道，度脱一切众生的话，希望宝珠现在就如我的愿，降下一切的宝物，随个人的需求出现种种物品东西。这时乌云遍满虚空，种种的宝物、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药物，就像雨一般的下了下来。人们想要的东西一样都不缺，一直到太子命中，宝珠经常是如此的，能够满足众生所有的需求。那这个故事是有点长，那这个就是叫做菩萨的布施，能产生精进波罗蜜，不为一切的困难而行精进波罗蜜去帮助众生。总结，布施一定要跟忍辱相结合，这才是真正的布施波罗蜜。否则可能会一边修布施，另外一边却在嗔恨恼怒众生，跟众生结恶缘。中国佛教高僧广欽老和尚曾开示说：做的要实又被人嫌，就叫六度总修。
我用台语讲一下，可能会比较传神的哈，就是讲做啊要死，搁吼嫌啊要死，这个你就是叫做六度中修，做的要实又被人嫌，就叫六度总修。做的要死呢，就是很卖力的做事，这表是布施，就是拼了最后一口气也在所不惜，这要非常精进，结果又被人嫌，这就是修忍辱。人家开口嫌，我们的心没有动，没有难过，这是修禅定；没有动心动口，对他回嘴，这是持戒。如果想得开，将那口气压下来，这表示智慧，这就是六度总修。这个也是非常符合今天我们讲到布施跟忍辱的关系。菩萨生生世世都爱好布施，便做一切人的布施主。当看到众生因缺乏物资、贫穷、困苦，生活得很辛苦，所以发心要广大的布施，满足一切众生所有的需求。最后一定要以佛法来度化他们，令他们信佛、学佛，身心安乐，甚至自己还因此而发愿，我要成就佛道，度化众生。这就是见众生苦而发大悲心的菩萨道，值得我们大家用心来学习。希望诸位行者们布施时，不管是布施财物或当义工，也能升起忍辱波罗蜜，看见众生苦而布施时，能升起精进波罗蜜。以上是今天的故事，跟大家分享。阿弥陀佛。